来，接着斜波形态下集。下集讲基本的波动，还有时间周期。如果你学波浪理论，如果等一下我现在讲的哦，你发现你根本就不清楚，那表示你的波浪理论就是有问题哦，不用争议。第一，基本上你要知道啊，所谓的时间周期总共有6个等级，从最低底下1、2、3分到6，这个等级越大，就是从月哦，再上去就没有年了，年你也不用去讨论。所以所谓的均线到底有没有年线？正常来讲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你要有这个概念你才知道没有那种年线，你还有年跑出来。月都多久了啊？那月一个波动都要多少年了？你还年呢？那照这种东西年，那你启动那30年呢？你上一个年那个周期啊，那你一个人有多少那所以你是扯淡嘛，就用不了就别用了，人的寿命又没那么长，对吧？你从20岁给你玩股票玩到60岁，加起来你能玩超过50年吗？很少人有办法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月、周、日，这不会有问题，这大部分这里没有，这里也不太有问题，但是就开始会有问题。从这下方开始，这60分钟、15分钟还有5分钟。这里就会有分歧，有人用4小时，很多啊，后来都很多人在用4小时。我只能告诉你哦，不要去搞那个啦，基本的你都搞不懂啊，然后你就在那边改1小时，你不好用，我就改4小时，跟你改多少哦，你根本道理不懂，你改那个，你知道你就不会去改，意思是这样啦，会改来改去，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才会在那边改。然后呢，15分钟，有人用30分钟，甚至于45分钟。那个也不重要哦，你不要钻进去说啊，到底30分钟对不对？我来研究看看，我看看4小时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吃饱太闲。你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就蹲你的马步啦？这就是人怪的地方。其实不是在研究，也不是在用功，而是想要看有没有更快的方法。其实最慢的、最基础的东西，它才是最快的方法。你不要再往外找。你以为那一些都是怎么样？那些书都是什么？只有3页就讲完的东西，没事跟你编成300页要干嘛？3页你都听不懂，你都不晓得那个很重要。你说你看300页，你发现哇写得好丰富。读书不是这样读的啦，哦，所以这6个基本的等级要知道啊。股票原则上不要搞到5分钟了，一般到15分大概就差不多。股票。再来，有了那个以外，你还要知道什么？这一张表在告诉你，大的周期排在上面，给它另外一个小的周期。比如说上面是月，那么接下来它就是周。如果上面你放的是日，那么下面你可以放的是60分。同样道理，再讲了，这个如果你这里放的是日摆在这里哦，日，那么当然它的上方就是周，没有问题啊。那同理，反过来，如果上方你放日，那么这里就会变成60分。这你一定要晓得，从2个周期先去理解一下再说，否则不要扯波浪理论，你也不要扯什么大周期在涨，中周期在跌，或至于小周期怎么样，那也是瞎扯淡啊。那种都是在外在在讲，那个你看完这张表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。来看，那刚刚讲哦，最基本3个动作你要晓得。要么就1、2、3，再来就 A、B、C 没了，你还能生出什么？没有了啦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上面这个月，或者它是周，或者它是日，甚至于它是15分钟都没有关系。它行情必然只有1、2、3跟 A、B、C， 不会跑出第3种。所以有没有盘整？没有盘整，没有所谓的盘整。再讲一次，你的观念里面会有盘整，那是你的错觉。你看错了，所以不要争，你要能证明，而不是拿起来看着 K 线，然后一画，这里都是盘整区间，高低点都不过，那是你的解释，你被骗了。你听到人家这样解释，你就认为看起来对啊，对就对，你永远跳不出来啦，知道吧？来看哦，那这一张表它重要在哪里？这里1、2、3，又回到刚刚前面那个3的波动。这是在涨的，
这里是不是在跌的？对啊，所以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有啦，不然你怎么学这个东西啦？你干脆就别学啦，就看个七字诀，对吧？股票能不能买或者要卖，这样就好了，或者一条均线都可以啦，随便你。但是你就别再研究啊，因为你研究了你也研究不通啦，因为你没那个资格研究啦。123的意思是不是往上？想好哦。ABC 是不是往下？如果往上，你给它代号是1，不要1又会混淆，不要1啊，给它正。往上如果代号正，往下是负，这样就不会再有123了。那往上如果是正，就属于什么阳？往下负的就属阴，这样你就不会搞混了啊。好，一天24小时是吧？是不是切成一半？白天晚上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再来，一个月是这样，那么一个周其实也是一样。那么这里也是往上，这里就是往下，没问题啊。所以这个表格简单看，这框起来这里，这里代表的就是什么？两个的组合起来，它代表一件事，就是这里是不是往上的？这里也是往上的，大的周期在往上，小的周期在往上。然后呢，你还会看见这排列组合，我把小的排在前面，这个11、12、13，这里21，意思在指的是在月的第一波里面，你会看到周走第一波，周的2，周的3。在月的2里面，你可能也会见到周走第一波，周走第二波，周走这里打错哦，这里应该是32哦，小的摆前面，那所以它应该是32哦，这样啊，你当然不一定要照这样啦，你可以把大的排前面也可以啦，只是你方便哦。那这里呢，3跟3就是什么？月走第3波，周走第3波，台股指数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这张表你要先看得出来，然后呢，从这里面还要看到什么？你要知道啊，刚刚一开始跟你讲，股票要在哪里买？买股票要在哪里买？是不是在上涨这个？买股票要在上涨的这个动作里面的哪里？2。这个上涨里面，1是涨的，3也是涨，2是跌的。刚刚教你简易判断，你就要知道。所以这里也是，所以这里两个重叠22，它的颜色肯定是什么？跌的。在这里买股票啊，就是这里买。你说我这里可不可以买？这里都可以买，都可以。你在这个区间里面去买，不太容易赔钱。排除一个地方，33这个地方，33就是都拉到第3波，全部都在干嘛？这个1、2、3是最旺的，火最旺的时候就3啊。你的大的周期是3，小的周期是3啊，两个来到33，这一种极旺就是极阳，这是不是阳？阴，极阳之地，在易经里面就跟你讲，你要非常小心，因为那就是物极必反啊，物极必反。所以这里是在干嘛？是在买股票吗？不是，买股票在这里买，这里在卖的。谁跟你现在买股票啊？你呆着哦！你要等到某一天崩下来，然后你在那边哦，我要用什么方法？其实你可以都不要，你光这张表你就可以赚钱啦。只是你不懂，这个才是波浪理论。看完你才知道。来右边，这里我会花一点时间哦，因为第一次看你会不知道。ABC 是在往下的，总共就上下而已啦，没了啦。那往下的 A 是不是往下 ？C 是不是往下 ？B 是不是往上？空要卖要在 B 这里，所以两个这一格这里
去比对，你如果对到右边这里123的短线的123，跟下面 ABC 这是不是都在往下？这个也往下，所以这一格会特别。所以你去看这些东西，你要先把重要拉出来，重要的你的重点啊，最大最容易赚钱的地方你不晓得，然后你在那边研究其他这些格子，又不是呆子，这是概率问题。排列组合它就是一种波动，它在排列组合。你没事每一格都不用去研究啦，你要先研究到我在哪里买最容易赚钱，我在哪里空最容易赚钱，而且赚最多。反过来是不是要在 VB 两个都在这个 V 下跌当中的反弹，所有人都知道反弹去卖，反弹去空，讲都很容易呀，讲都讲的变成口诀，是啊，拉回去买。你那么确定？你能判断出来吗？简易的方法你就可以判断，你不要听谁跟你判断，你自己去看你就可以判断了。把所有台股的股票，你从第一档把它看到最后一档，从月看到周，你就这样看就好。我不相信你看1000档你还看不懂。你想赚钱，你要这样做才对啊，而不是你去找各式各样什么形态学什么学。那只是在骗你自己啊！所以这张表第一就在告诉你，这两个的排列组合，它都是在走什么空。你要顺势不是吗？你要空，是不是要去顺势空？你买股票在这种地方买，你肯定是赔钱啊，不容易赚。你要嘛刚好被你买到，刚好它反弹，就这样啊。这两格呢？这两格就是怎样？以这一格来讲还好。因为这一格你对到上面，你的上面周期还在属于上涨当中，这两格在上面周期都是属于走空，所以你在周看到有买的机会有没有？会有，会在这个时候买，你会看见有。这个时候在哪里？这里，它的周的2会出现买点，对月来讲。你会看到它可能涨了几个月，会有。现在台股也有这种股票啊，有啊，你看起来也在涨啊。你说买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不能说不行，因为它可能涨2-3个月有可能哦。但是它是 V， 对月来讲它是 V。那同样要买股票，要不要买这个？除非你没得选，你没得选啊。那当然我要买，不买这个，你要去买这个才对吧？你买它2，未来有3，它2未来才有3，看好。有1，有2，未来才有3，有 B， 未来会有 C， 那你就要小心。你如果来不及跑，杀下去直接破你月的底，很多股票啦都这样，你就会变有问题。所以尽量不要去挑这个，不是这个不能买，也不是他买不会赚，而是它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个就在告诉你，你潜在风险，从你一开始挑选股票，它已经在告诉你风险就在这张表上面。那你不知道在这里也会买到，这 VB 是不是都在涨 ？VB 都在往上短线看起来也会赚啊，但是你不晓得它潜在的风险在后面，潜在的风险可能是1个月后、半个月后、下周，但是你不知道，等到你看到你的蝴蝶来得及吗？不瞎扯吧，你的蝴蝶来得及，你看到这个来得及，这里了。我们上集在讲这些形态，你在看到来得及吗？都已经该跌完了。你要等到它多久，然后你在那边猜说这里可不可以买，那里可不可以空？这个是波浪吗？你当然可以否认说啊，我才不用你波浪，我相信神奇的费先生费波那系数，可以啦，你可以那样但是你自己要花钱去证明。再看，我讲啊，刚刚我们前面讲简易判断法，这一档股票今天大跌啦，我不是拿今天大涨的，我就刚好看到它。大跌，好来，回来简易判断法再看，刚刚教过了这里是不是2？如果越要买，要在哪里买？死亡交叉开始等它，懂吗？所以
你要多一个死亡交叉的概念吗？当然不要嘛！这个为什么你要让你的大脑变那么复杂？它这个一不就往上，二不就往下，三不就往上，二还是往下，这个还是往上，这个还是往下啊，就上下两个就解决。你不要，你偏偏要把它搞个死亡交叉，然后再来黄金交叉，你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二不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死亡交叉，所以它有二啊？既然这样啊，你看到了，你是不是看见？他有突然来一下就跑，你就来不及看吗？不会的，看起来这里圈起来这一档股票，当时这个二多久？2年呐、整整2年，让你慢慢等。2年，你还说没机会？你还需要啊？我赶快啊！死亡交叉，我要怎么样？黄金交叉，不用，不要跳到那里面了。这有2年的时间，近期这股票拉起来这个动作的前面，这都是二。好了。二有了啊，再来看它的周。刚刚讲啊，简易判断，上一集跟你讲这个嘛。来，我们看，以目前来讲，前面啊，我们先看前面啊。刚刚讲那圈起来就是这个框框，前面那一段这里全部都是什么？月的二在这里啊，月的二。那月的二的里面，我们看看下面它有没有一？曾经这里有爬到零轴，有一这里。回来呢，他又破了零轴变 A， 没有二。你现在先不要去想说，先不要想说啊，那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是二？你现在先不要管它，你就看到有二再说，懂哦？事后回去看，像这个你就知道啊，这个是二。当下它在二的时候你会知道，那它会不会停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后面会跟你讲。但是前提你要先知道它是二。这个时间点前面没有，那再来再看，刚刚讲回来，它什么时候才有二？把刚刚那一张图周一样放大，这下面你再看，这都没有嘛？啊，这里曾经有爬上去，但是它其实下来有没有停？没有，又变成 A， 没关系，你再等，再来一个一，好了，这里有了。1月份这个区间哦，这个很明显它是又一个二，好，这里，那它会不会停？你要去哪里看？这个时间点大约是1月26号那一周左右，就是日，再去日看日的这个时间点，日的大概这个时间点在这里，这有没有一？还没，当时没有，当时确实是没有，它的一是后来日有一，这里是二哦，这个看不出来，当然二在这里，后来又有3，好，那月的二你有了。周的二你也有啊，日的二其实你也有。接下来你还要知道一件事，那么关键是在什么？光是一个二吗？那二什么时候它会拉出去？这个就是扭转门要跟你讲的重点。MACD 在下面看到这里圈起来的地方，当初这个地方它会拉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。二要变成3。要拉出去一定有原因，你都不要怀疑，你都不用怀疑了。这里曾经在日这里做出了头部的扭转门，日的扭转门，你想理解就去看扭转门教学哦。这里我不教了，我只跟你讲，这里门当时在这里，后来看了圈起来这个地方，收盘收上去，你可以进场去买。假设我们先假设像这一档股票，它隔天又有收盘收下来，门又被关掉，你可以先退出来，等它再开门你再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月还在2，月，刚刚讲月是2，你就是在逮机会，等它发动，它就在这里准备发动，所以你不要有一种错觉，这个一收上去门就是打开，一打开直接就要拉。不要要求那么多，因为现在刚开始，你只要记住，这里下方曾经这样，下面有没有门？这个都没有，这里都没有，所以这里往回跌，是因为前面的门。那未来下方如果有门，下方如果有做门，你就从下面买，上面的门再打开，你再加仓，就这样。好，未来拉出去。它是走3哦，这里刚好也是2哦，这个拉回来，所以刚好只是因为它开门刚好又做2，所以刚好在门口，所以这个你要理解，这还是2哦。再来下一次这个3再回来2，
这里是不是又2？再一个3，再来一个，你看哦，它开始往下跌，本来是2，跌一直跌，它一直跌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跌，跌到是不是跌破0轴变成 A？ 知道是 A 之后，未来没有叫你去 A 做，我也没跟你讲1做都没有，只有2要买去2买，要空去哪里空 B。所以你不要去犹豫说这个回来的过程，除非有买点停，否则你不要去买，你就不要，你就等就对了。不知道你就等它，你绝对可以看懂，你就等它就好了。拉回来已经怎么在日变成 A， 未来反弹它就是什么 B。今天跌停啊，然后再来再看，曾经这个我们讲2都可以买，2都可以买，好，那拉出去是3，后来你又发现这个框框这里，框框这里刚好这个3一出去又具备日的头部的扭转门，后来在这里形成之后，它有曾经再把门打开，但是拉不出去了，再关门走人了。开门你再去买是可以哦，关门你就走，收盘收下来你就走，不管你赔几块钱，也许你赔的很少，因为就在门，不是叫你进去买，风险放到这下方来，不用，根本就不用，你就这里，你在哪里买进去，就是盯住那个地方就好。关门以后，未来它下去变成 A， 再反弹变成 B，B 可以买吗？不可以买。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不能买？其实这里你已经发现不能买，这里你已经发现它已经 A 了嘛，所以你就算后面看它在涨，除非门再打开，除非收盘收上去啊，否则还没开门以前，你不要认为它会上去。再来，刚刚这一档股票，这里3，我们再看哦，这里3。现在要跟你讲解就是那一张方格表，9宫表，33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要在33买股票？日的3最高来到这里，对吧？日是不是走2走3？日的3，下面的等级就是60分钟，下面等级60分钟，你看看它怎么走，这个应该你就可以慢慢看懂。来看看，先看后面，这里是2。波谷在这里曾经拉起来1，再回来2，再拉出去3，然后刚好要怎么样？它在60分钟也具备什么门的条件？这个门还比较高一点，还比较高啊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再看哦，所以这个33日的3，60分钟的3，这个都是你要卖的时候，不是买，不要去追。再来，下方框起来的地方。曾经它在60分钟下方这里底部60分钟做出了门，开盘跳过去，底部的门我们代号给它 W， 方便，头部的门给它 M， 也是为了方便而已。所以这个60分钟的门一打开，可不可以买？当然可以买。那么接下来还要知道这个波动它有什么关联？一个60分钟的门打开，从底部打开之后，这时间点最低在这里，再回去看你的日，其实就是这里啦。这里是不是2拉回的2的低点？那你怎么知道它会停？你怎么知道我2要买？我知道啊，什么时候买？难道我要等到靠近这个我的均线吗？不是，所以均线不是给你这样用的，不是。因为它也没来均线啊，但是它后来是不是拉上去了？表示它在下方一定肯定不了发生什么事。它的下方就是这个60分，它的60分就是在这里走了什么 A， 再来 B，C 在走的时候往下走 C， 你就要知道位置在这里。它有没有可能具备形成底部门的条件？一旦它具有门的条件，你就要小心，只要它收盘收上这个位置，就是开门。一旦开门，就告诉你这个动作，它可以把日本来在往下跌，转头往上拉，所以这就是买点。同理，未来在头部形成这个条件，开盘这个开盘哦，看哦，开盘直接跳到这个门下方，直接出，你就要出啦，卖。
上方没卖掉的、没减仓的，全部开盘卖。因为它关门，所以它关门会把什么反过来把日那个3直接往下拉。中途未来再看，这里是不是杀到0走以下？有没有？杀下去，你已经知道这是什么 A， 你知道 A 了嘛？好，知道 A 以后，接下来你会不会中计？这 A 哦，有一天你看它又开始涨，哇，开始涨，你会不会追进去呢？要不要追？你要去想到，这里既然是 A， 这里是 A 哦，它在涨，请问你在60分钟里面，这个 A 之后，接下来是 B 来到靠近这个门，它都是 B， 它有没有回到你这上方你之前这些高点？没有，不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门并非是你这里的高点。这3个高点都不是，而是在这里，所以它靠近这里，你要知道这是什么。如果以期货来讲，这个就是什么 ？B 是空点，它根本就不是买点，所以你的空点应该在 A 出现以后等，你就等它去拉，你会不会抢进去买？不会。好了，接下来，后来有一天继续跌，跌到这里停，又停了，就停在这里。请问你为什么停这里？这均线有没有支撑？不重要，因为这个不是给你看支撑用的，它反而是停这里。看好，这是当初的门，未来是不是介于这里跟这里？就这2个门嘛。未来要么你就打开这里，不然呢跌下去，那么这个就关门了。这个关门，未来你要去学习。开门什么意思？那关门它又会造成什么意思？你一定要知道，这关门了，所以回来再来看你的日，在这个过程看到日这个动作，刚刚我们讲是不是刚刚拉起来这个？后来，刚刚这个反弹就是什么？60分钟停在这里，但是其实对日来讲，它的门其实在下方，60分钟在上方。所以这一次它近期，它拉回来这个高点只有停在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也是日的 B 啊，日的 B 是在这里靠近这里，所以你去短线看，日的 B 靠近就拜拜了，就没了啦，它就结束了。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你要看好所以当初怎么发动？它利用的是门，未来这个门也是很重要，所以在未来呢，你就要这样几个案例，你就要看得懂了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今天为了跟你讲解这个什么斜坡形态，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根本的波动然后让你有一个基本概念，把这个周期包含这张表格自己好好去想一想。那当然，这只有2个等级，事实上不止2个等级，你可以画成3个等级、4个等级，你可以慢慢去画，画到最后，你自然就会在这张表格里面看到很多行情到底它怎么走。那我需不需要一直去数它的波动？其实不需要，因为它总共也就上跟下，只是这个上跟下最基本的2个组合，你其实。因为它太容易，所以你看起来看到这种 K 线，你其实会变成一团乱。所以有简易的判断，就是让你有一个依据。当然，你光这样要不要这样做？可不可以做？可以。但是你如果要做期货的人，光这样其实不够。最好你把这上方扭转门教学，你多看几遍，然后自己多看一些案例，不要太急于想要直接进场去赚钱，因为你毕竟还是没那么熟。不要看我在讲，好像很简单，就然后底部开门就买，原理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你的时间周期，如果你把它推到15分钟，推到5分钟，那个是非常复杂。上方6，上方的5，类似天上的人，这个第1个等级这里，假设这里了，
这个第2等级或第1等级这种地方，这个很像人间。这人间呐，这里很像人间啊。这里比喻啊，我只是大概比喻一下，这里大概天上，再上去大概就属于那种无色界，连身体形象都没有那种。那你要知道这什么差别？越往上的基本上他可能心念很久很久才会波动一次，心念他的念。那你在人间的人这种下面等级的人，他的念可能1秒钟都不晓得上亿次。你以为你1秒钟你的念波动几次？是上亿啦，不是你以为我刚刚想了一件事，只有1个波动，不是那上亿的，科学上来讲就上亿。那越往上的呢，在天上的就天界的，可能它没有你那么复杂。它还是有啦，只是它没那么复杂。再上去，它大概很久很久才会动一个念，这个其实才是这种股票波动周期时间的真实的原意。原来的意思是这个，所以你在这种短线里面，你会发现行情波动特别复杂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人在交易，人心的复杂，大家都想要短线赶快赚点钱，所以他会有些人他不看这个的有的人他交易他不看你那个5分钟的他可能只看到60分，或者只看日，他就这样因为没有符合这个基本日的条件，我下面我也不做懂意思吗？我就在日的2做，或日的 B 做，或者日头部关门做，比特币就这样啦。下方你就怎么样？头部关门拉回，只要60分钟或者15分钟有机会拉回来，我就怎么做？拉回来，如果60分钟走了1、2、3。这个3加上我日头部关门，那这个3如果我再遇到15分钟的 B， 那我就去空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买？我顺势你起来我就空嘛，他根本就不管你这个下面你在那边怎么绕，不管你了。你绕到我知道你要止跌，你要往上拉，可能也不买啦，看得到也不买，懂吗？不是说没看见，是看见了，但是反而你不会去买，为什么？这才是波浪理论，而不是一直在那里找看看有没有符合的5分钟，然后我把蝴蝶放进去，蝙蝠丢进去，然后看看那个形态。你那个是小朋友在玩的，所以不是说那个你就不会赚，而是你搞那个东西你搞一辈子你都不会融通的。你不可能因为透过一个蝴蝶、一个蝙蝠，然后你自己有办法融通这个波浪理论。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把它搞得非常复杂。一开始它就是上跟下，最多就是2个，从本来没有变成2变成3演变起来就是一篇的这个 K 线图了。所以易经跟你讲，从1本来是没有的，生出2嘛，2的意思就是生出阴跟阳阴阳生出才有3的意思已经是在变。那既然3在变，它就演变万物了，就没有事了，没有在讨论事了啦。那你这个也一样你这大自然都一样，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波浪理论是因为像这个海浪一样，然后什么涨潮退潮，那个都不是，那全部都不是你就是要能用根本的道理先把它搞懂吧。OK， 好，拜拜。